是说，我对英雄了解不多，但我知道有一种家伙一直都存在。不管你要怎么称呼那种家伙，不管如何，绝对不会放弃去做对的事。没有任何预言或传说提到关于那家伙的事，我只是自己知道，那样的家伙是真实存在的。大家好，我是 Fonzie Fix。刚才的这几句话是在 Hammer of Justice 战，戈森对 Susie 所讲的话。我第一次看到这段剧情时，非常的惊讶，我大脑飞速的运转。在以前1章时期，也不免想过各种缺乏证据的猜想，但是有了这几句话的出现，使我对这个理论开始有了雏形。再来是有人发现丢他论的章节与 Undertale 的场景相对应的关联，更让我笃定这个理论存在的事实。首先，我要先解释为什么戈森的那几句话触动到我，因为他在 Undertale 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不是一个英雄，但我知道附近有一个无论如何都坚持做正确事情的家伙。尽管这家伙并未被任何一个预言或传说所提及，但我确信一件事，这个家伙会把你打倒。这段话出自屠杀线，在瀑布戈森的商店聊天时，戈森对昂代的描述。而丢他论这段描述坚持做正确的事的家伙，却变成了 Susie。我会这么震惊，是因为在 Undertale 的屠杀路线，昂代里昂代最后失败了。我们所操纵的主角，在剧情上还是会跨越过去，但丢他论不一样。一来，我们很明显知道 Susie 的剧情地位不单纯，甚至在故事叙述上有比 Chris 还显著的主角光环。而从第4章戈森对 Susie 的话，很明显就是在暗示Susie 是未来打破预言的关键。我也是这么相信的。而这代表什么呢？在 Undertale 同样被戈森钦点的昂代，最终未能改变预言，阻止屠杀线的主角，而丢他人的 Susie 却极有可能在未来打破丢他人的预言。是否开始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了？总而言之，就是丢他人在一定程度的剧情或设定上是与 Undertale 相反的，而这一点也体现在他们的标题大小写上。而以这一点下去探讨，又会发现更多能呼应的地方。后来更惊人的部分，便是刚提到有人发现丢他人的章节与 Undertale 的场景相对应的关联。有趣的是 ，Undertale 的场景顺序居然是前后反过来的。怎么说呢？我一一把关联提出来比较，你们就清楚了。我再提一点，虽说是场景，但更明确的说是该场景时的主要剧情。场景只是一个大概的范围，等会细谈时就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说了。OK， 继续。首先，丢他论第1章卡片王国，对应的是 Undertale 的新家场景，有王室城堡风格的建筑，对战一个国王形象的 BOSS， 阳兽人角色现身，都出现回头拜访朋友的情节。丢他论第2章电子世界，对应的是 Undertale 的核心场景，高科技景观，对战机器人的 BOSS， 或对战 Neo 形态的 BOSS。丢他论第3章电视世界，对应的是 Undertale 的热地场景，电视节目关卡，都有一个傲娇的 NPC 对战一个电视头的 BOSS。 丢他论第4章圣所，对应的是 Undertale 的瀑布场景，岸边的景观，有着预言的墙壁，钢琴的谜题，幽灵的主题曲。正义之武器的 BOSS 战。以上相似性可以看出，确实丢他论与 Undertale 在场景设定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性。但还有一件很明显奇怪的事，丢他论第2章的隐藏 BOSS 战是有着黄色射击模式的 Spontaneous 战，对应 Undertale 核心同样是黄色射击模式的 Meta 坦战。而第4章的隐藏 BOSS 战是有绿色格挡模式的 Hammer of Justice 战，对应 Undertale 瀑布同样是绿色格挡模式的 Undead 战。这2个章节都有对上，怎么丢他论第3章的隐藏 BOSS 战，无论是伊人战或咆哮骑士战，都没有对应到热地有紫色陷阱模式的 Muffet 战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很久，直到我做了灵魂特质理论，推论第3章代表的灵魂特质是橙色后，我才恍然大悟。在查找有关橙色灵魂特质的资讯时，因为没有特殊模式的战斗，所
所以只能往橙色攻击的资讯着手。而一查才发现 ，Undertale 最早出现橙色攻击的场景就是热地。这也就是为什么第3章隐藏 BOSS 战不是紫色特殊模式的原因了。确实，如果想要在7个章节分配7种灵魂特质，勇气这个主题就在第3章是最合适的。那紫色灵魂特质要怎么分配呢？在 Undertale， 紫色陷阱模式的战斗是 Marfit 的嘛？而 Marfit 主要是因为蜘蛛的权益与主角开打，最后是废墟蜘蛛们发电报通知，才化解这场纷争。所以丢他论紫色灵魂特质的主题，很有可能就是在之后对应废墟场景的章节，且废墟的色调也是紫色的，与紫色灵魂有契合到。而按照橙色灵魂代表第3章的逻辑去推测的话， Undertale 第一次出现青色攻击是在雪镇森林，而雪镇是有着蓝色重力模式的 Papyrus 战的场景。按照先前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推测出最后丢他论的5、6、7章的灵魂特质主题以及对应的 Undertale 的场景，依序是蓝色、青色、紫色，分别对应 Undertale 的雪镇、雪镇森林以及废墟。刚才我们在场景的设定上看出丢他论是反转 Undertale 的概念，以及配合灵魂特质理论，推测出丢他论的5、6、7章可能的灵魂特质跟对应的 Undertale 场景。那在剧情设定上，是否还能看出什么关联呢？关于剧情，我要先提一件很有趣的事，大家对这个 Everyman 有印象吗？最早是出现在 Undertale 的合成兽死神鸟的攻击动画中，而在丢他论的1、2章，一些攻击动画中也有出现他的身影。第2章的时候，我以为 Everyman 会是一个常驻彩蛋，原本打算等所有的章节结束后再来录一个合集，结果3、4章却再没见到他的身影。我一直很纳闷为什么会这样，于是就联想到丢他论是反转的 Undertale 的概念。我开始思考，丢他论的 Everyman 只出现在1、2章，有可能是因为 Undertale 的关系吗？倘若 Everyman 代表的是合成兽呢？在继续往下聊之前，我再提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大家，以剧情上来探讨的话，各位觉得 Undertale 的真实验室是属于热地的范围，还是核心的范围呢？注意，是以剧情上哦。真实验室的剧情是要我们通过一次中立结局后才能触发的，没错。但一开始就是走友好路线，玩家可能不知道，若是一周目不是走友好路线，就是有杀过怪物的话，就无法直接读档回去找昂代拿信，而是要开启2周目游玩，从头开始走友好路线。而这时，当我们结束与 Meta 场的战斗，并听完 Alphys 跟主角讲的话后，回头就可以触发跟昂代拿信的剧情，并且在真实验室的剧情结束后，坐电梯也会直达新家的场景。由以上可以证明，真实验室的剧情确实是属于核心的范围。上面的前提说完后，再回来 Everyman 这边，毕竟在 Undertale 时 ，Everyman 只是死神鸟的攻击动画。那假若我们把 Everyman 视为合成兽代表呢？毕竟合成兽确实只出现在真实验室以及回头探望朋友的环节。稍早有说到，丢他论的第1章跟 Undertale 最后的剧情都有回头探望朋友的场景，所以按照这个对应，合成兽确实也属于在新家的场景中，而真实验室属于核心的场景。这样就解释为什么 Everyman 只出现在丢他论1、2章的原因了。为什么我要谈到 Everyman 的事呢？因为当我借着 Everyman 而把 Undertale 的真实验室与核心做出剧情上的连结时，也间接联系上丢他论的第2章。那有什么在丢他论第2章发生的剧情，其重要性相当于真实验室的部分呢？不会吧！一想到当下，我整个鸡皮疙瘩都来了。不就是奇怪路线吗？既然丢他论第2章的奇怪路线可能对应到 Undertale 核心场景的真实验室，那丢他论第4章的奇怪路线又能对应到 Undertale 瀑布场景的哪段剧情呢？如此探讨的话，我们得先思考真实验室的桥段在 Undertale 的剧情中的定义是什么。从与 Alphys 约会的桥段后，我们知道 Alphys 因为受到朋友们的鼓励，才决定处理好真实验室的事，主角也得以前往真实验室。而若是我们仅在与 Alphys 约会后就去过中立结局， Flowey 也会提到要主角去 Alphys 的实验室看看，并说我们跟他的约会才刚开始而已。
意味着真实验室的剧情是包含在与 Alphys 交朋友的部分，与 Alphys 约会只是与他交朋友的前半部而已。因此我想通了，丢他论奇怪路线剧情所对应的 Undertale 的剧情就是交朋友，这个属于 Undertale 和平路线的桥段。来，我们来列举一下 Undertale 总共有3个交朋友的剧情，分别是 Papyrus、Undyne 以及 Alphys， 而他们交朋友的场景分别是雪阵、瀑布以及核心，对应到对他论的章节是第5章、第4章以及第2章。目前需要由我们玩家操控才能继续进行的奇怪路线的章节，也正好是第2章、第4章。而从第4章的结局来看，第5章也很明显会有奇怪路线的剧情。因此，我大胆推测 ，Undertale 的和平路线所对应的，就是丢他论的奇怪路线。原来，奇怪路线是在跟诺埃尔交朋友啊！哦，我的天，是不是丢他论是反转的 Undertale？ 那感觉有了吼。且由于 Undertale 没有其他交朋友的剧情，我猜想丢他论第5章结束后，就没有能改变奇怪路线的变数了。我的主要论点大致上都讲完了，但接下来我2个对未来剧情的预测，都是由这个理论去原生猜想的，想一并分享给大家听听看。首先是对于第5章的预测，刚刚有提到，对于 Undertale 的场景，第5章很有可能有类似 Undertale 雪阵场景的特征。我们现在看看可能有哪些特征：雪地、节庆、房屋、大树、礼物、酒吧，这些是我目前找到蛮明显的特征。那光世界是否存在能包含这些特征的地点呢？确实有，我相信许多人也都猜到了，是诺埃尔家。诺埃尔家的空调都开得很低，第3章只是因为 Chris 把他们家的门打开，有风吹进来，就导致最后的场景是极寒之地了。所以诺埃尔家的空调令他们家暗世界会有雪地，应该也是很合理的。诺埃尔家也有明显的圣诞节元素，非常符合雪阵的节庆氛围。在诺埃尔家厨房有一幅画，画中有很多房子，说不定在黑暗世界也会具现化为很多房屋，就跟第2章的摩天轮一样。还有钢琴旁的那棵圣诞树，也令人联想到雪阵广场上那棵圣诞树。礼物的话，诺埃尔家甚至还有一个房间装满着礼物箱。酒吧的部分则让我想到第4章 Chris 自己做特调的情况。我就问，是不是都对上了？非常不可思议，对吧？虽然光世界跟暗世界是2回事，但我觉得对应上的几率比其他地方高了不少。而且我认为，以第4章剧情的走向来看，并无不可能。想想哦，因为第4章最后，苏琪很明显对最终预言感到忧心，这样的心情下，导致第5章上午庆典时无法好好享受庆典，并决定再次去诺埃尔家，为了取得昨天没看完的密码。而阿斯果可能也在诺埃尔家中，毕竟目前是他们家的帮佣，且与 Kara 合作的关系，为了拿什么物品而进来诺埃尔家也不奇怪。而不知道是谁开启了诺埃尔家的黑暗喷泉，使得上述的角色们进入了黑暗世界。在黑暗世界冒险中，有和苏琪好好讨论关于预言的事，彼此把话说开，一起说好对策或约定等等，让苏琪放心离开黑暗世界。出来可能是下午或晚上，也许庆典还没结束，就能让他真正享受与朋友在一起的庆典时光。然后剧情再出现新的事端或危机的暗示，给玩家留下悬念。以上是推敲去诺埃尔家这段剧情的合理性，但对于歌层对第5章的描述以及花男的预言，我只能说，我只是依照这个理论，帮我找出第5章黑暗世界最有可能的地方，但具体剧情是怎么样，就不是我这个理论能推测的了。我其实怀疑 Toby 就是刻意的，要让大家自然的往那个方向想，把我们对于第5章的预想都聚焦在阿斯果周围，导致看不到其他的可能性。等到结果与预想不一样时，玩家们又会觉得被作者摆了一道，就像当时各种猜想第3章的理论一样。但这一次，我往一个大家都没料到，却有关联又合理的地方压住我的想法。接下来是在这理论下第2个对于剧情的预测，这个预测是关于预言。依据我上一个植物的暗之谜理论，我推测 Ralsei 是一朵花。还记得 Undertale 和平线最后的剧情，就是 Flowey 从一朵花变成阳兽人。
原本是计划与主角像这样永无止境的玩下去，但最后被主角说动而放弃，所以计划失败，还帮忙打破结界，并把灵魂都还回去，失去力量变回一朵花。若依照对他论是反转的 Undertale 去推敲，是否就变成是 Rousey 是从一朵花变成阳兽人，也因此计划才会成功，让光暗回到平衡，失去力量变回一朵花。因为 Flowey 跟 Rousey 在各自剧情中的主立场就是相反的，导致他们计划的失败与成功也是相对的，使得结果都是一样变回一朵花，听起来蛮讽刺的。但说到立场， Flowey 是大部分剧情都是坏人，直到和平线最后才被洗白。依照我所说， Undertale 和平线对应丢他论奇怪线的想法，会不会代表说 Rousey 会是奇怪线最后的大魔王呢？现在理论家们普遍认为，奇怪线是趋近预言的走向，所以所谓的最终预言，会不会是 Rousey 变成最终的 BOSS， 主角们要与其一战呢？因为我一直很在意，在 Gerson 的10项战后，舒淇对 Rousey 所说的话：“我们是一个团队，没有什么事可以改变这一点。”我觉得这句话是个 flag。最后的预言，会不会是 Rousey 吸收了所有溢出的黑暗，所以我们必须将 Rousey 打败或净化，光与暗才会平衡呢？也因此舒淇才会愤怒。最后的最后，居然是要打倒身为挚友的 Rousey， 而令他感到可笑，说什么也不会让这种预言发生呢？为什么不是其他理论家推敲的牺牲其他英雄呢？因为当舒淇看到最终的预言后， Rousey 有说到：“我很抱歉，没有在一开始就说出全部的预言。试问，如果一开始就对你说，你来当英雄吧，但你在最后会被牺牲掉哦，还会有人想当英雄吗？不会吧。所以，既然从一开始说清楚是一种选择，那绝对不会是牺牲第一、第二位英雄。反倒一开始就说明他会被牺牲，那一般人还有可能会接受，毕竟牺牲的不是他们自己。这也间接解释为什么 Rousey 一直觉得自己不重要，不可有私欲等等，因为他知道自己在最后是要被牺牲掉的存在。而且 Rousey 的尾音与最终预言的押韵是合的。我们华语圈来看可能不明显，但 Rousey 的 say 并不是 Rousey， 而是 Rousey。这一点在第2章的小彩蛋有透露。当舒淇篡改规则书写 Rousey 名字时，拼成了 Rousey， 因为发音一样而拼错，所以可以知道 Rousey 的正确发音。但预言会这么直白说是 Rousey 吗？Jockington 长出了胡子，已经有了这个先例咯。所以我认为 Rousey 很有可能就是最后预言所说的那个悲剧。以下是我将这个想法丢给 ChatGPT 后帮我还原的诗句 ：The last prophecy, the story's end, and then, when all hope is lost for the tale, the final tragedy unveils. To save the world, there's only one way. One must slay Rousey. Only then will the world be saved. 以上便是我的丢套论是反转的 Undertale 理论，以及对未来剧情的预测。如果有任何想法，都欢迎你们留言。我是风起 Fax， 谢谢你们的收看，那我们下次见，拜拜。